我们再把头骨的骨点标注一下，然后呢再走一遍额结节、眉弓骨、鼻梁骨、眉弓转角、顶结节，另一侧的被遮住了看不到，颞线、颧骨、颧弓、下颌角、犬突、下颌结节、科隆突，这是另一侧的眉弓转角。以上呢就是头骨里面的关键骨点，我们要认识头骨，要记忆它的话，必须要记住这些点，因为它跟我们接下来要讲的头骨的概括和怎么去默写有关。好了，咱们接下来进入今天的主题，今天讲的是头颈部。那么头颈部呢，主要有2个重点，一个是它的形态啊，它的造型，一个呢是它的运动。首先头颈部呢，它是一个整体，这一个整体里面包含2个部分，一个是头部，一个就是颈部。头部，咱们认识头部的造型呢，主要是从头骨进行的，因为头部的造型就是头骨的造型。另一部分是头部的肌肉啊，这里写个肌肉。然后头部的肌肉它有2个类型，一种呢是皮肌，它的外形不明显，不太影响头部的外部造型。那么影响头部外部造型的主要就是头骨，它呢和表情相关。我们做表情啊是由皮肌的运动产生的。还有一个就是骨骼肌，头部的骨骼肌呢主要是颞肌和咬肌，它们呢属于咀嚼肌。咀嚼肌在外形上会有一点点造型特征，比如说咬肌这个位置，当然也因人而异，有的人咬肌比较发达，有的人咬肌不太明显，它们主要是让下颌运动。咱们易用解剖呢只研究外部的啊，就是在里边也有，就是连接头骨和下颌骨，在内部也有肌肉，这些咱们就可以忽略掉。头骨的造型虽然是头部的外形，但是呢，头部的外形还有一些脂肪的造型，所以说头骨只会默写头骨的各个角度还不够，还需要掌握头部的软组织，皮肌也需要，就是需要做表情，然后呢，脂肪也需要，脂肪呢主要是头部的下半部分，下颌和颈部上面。颈部的话，颈部的骨骼是颈椎。但是呢，颈椎这个骨头呢，在颈部的里面，它不影响外形啊，它它对外形的影响非常的小，只有在第7颈椎的外边的那个棘突上面啊，棘突会形成体表的骨骼标记，那么其他的部分呢都深埋体内，所以我们对那个颈椎的骨骼造型不需要了解太多，但是呢，它和运动相关，颈部的运动主要由颈椎上面的枢椎和环椎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在整根脊柱里面，所有的椎骨长得都差不多，都比较类似，唯独上面的环椎和枢椎，它俩的造型差别较大。那么这里有一个这种结构，它能够形成比较灵活的旋转结构，也就是它能够灵活旋转，也就是我们的头部能转向左边，转向右边，转的角度那么大，都是它俩的功劳。大家看一下这张图，这是一个颈部的侧面。那么第2张图是颈部的侧面，我们看到它的骨骼，骨骼是在里边，完全在里边的，只有在第7颈椎棘突的这个位置，稍微对体表的造型有一些影响。那么刚才我们所强调的就是颈部里边的颈椎骨骼，它的一个作用啊，它的作用是有的，对外形的影响并不太大，但是它对什么的影响比较大呢？对运动的影响比较大。颈部的外形是怎么来掌握呢？由颈部的肌肉主要由胸锁乳突肌、和这个斜方肌。在之前呢，大部分情况下，一般都是将颈部归纳成一个圆柱，用圆柱来理解颈部。这个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也没那么好用，因为颈部我们能够看到的颈部还是非常的有限的，更多的时候它起到的是一个连接的作用，而不是把颈部当成一个独立的体块来去研究。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方式有点多余，可以用来简单的理解啊，颈部是这样的一个体积，但是更多的应该把重点放在它的运动上面和它起到的作用上面。它起到作用是连接头部
和肩部，这个是它的关键。我们一样一样来讲啊，我们先从头骨开始，我们先讲一下头骨，大概画一个轮廓先，我先把它画出来啊，大概画一下。其实认识头骨呢，是我们一个要记住它的造型特征与一些古典的特征，然后呢再记住它的体块概括，如何去归纳一个简化的头骨。这个头骨呢，咱先不讲究那么多透视啊什么的，我就先把一个头骨先画出来。我先用这个头骨来理解一下它的一个基本结构。在这个阶段画的不准，就是结构没有那么严谨，都不重要，只要能够画出来大概这个造型就 OK。因为我们要用这个图来讲头骨的结构，我们该有的结构有就可以了。那么跟着我画的同学呢，也是按照我刚才所说的这个要求来就可以了。这个不用去追求绝对准确，因为在我们的练习过程当中啊，每一个训练的内容都有针对的解决问题啊，不是说我们画一张图就要把所有问题都解决掉。我们更有针对性的去进行训练的话，我画这张图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我那张图解决那个问题，把所有问题都解决完了之后，我们再把所有掌握到的重点用到一张图上面，那你就能够画的又好又准。不光给大家讲解一些基础知识，还给大家分享一些学习的方法，学会学习才能够学到更多有价值有用的东西。然后再把多余的线稍微的去一去。在以往呢，就是画头骨呢，用的最多的方式就是用方块儿，但是我不这样认为啊，因为我不觉得用方块儿去画头有多么的好用，对初学来说可能会更好理解一些，但是画多了之后呢，就会感觉到它和头的差距还是蛮大的。一个方块儿呢，你只能用到这几个基本的朝向面，那些就是边缘那个这些棱啊角啊都没法切合到头骨的某一些关键的骨点上面。好像每讲到一个知识点，我都会跟以往最火的、最常用的方式持有不同的观点。可能只是以我多年的绘画和学习的经验去传授一些我觉得更好用、更实用、更实际的方式方法。因为毕竟人体确实，难度较高，有一些理解方式确实需要更新迭代。不可否认它的价值，但是不能一直的是那个样子，它总要有新的理解。OK，一个头骨的轮廓那个基本的造型差不多。我们先来认一下头骨的基本造型和一些基本的骨点。那么它在这个地方有两个鼓出来的骨点，这个骨点呢比较大，尤其呢女性的比男性的这个骨点更大，这个叫额丘，也叫额结节。在额结节的下方有一个拉长的这种 M 型这样的一个结构，是眉弓骨。这个眉弓骨呢也是凸出来的，向外隆出，从额丘向下连接，有这样的一个比较微妙的转折。这个就是额头的侧面啊，这个是额头的半侧面，这边是侧面，这边是正面，然后这边又是另外一个半侧面，转过去呢是另一个侧面，也就是额头分为5个面，2个侧面，2个半侧面，一个正面。这5个面连接起来形成一个长的横跨左右的略微向内凹的面，这就是额头的造型。再继续，我们这边这个眶是眼眶，眼球呢就长在这个里面，眼窝是眼眶的内部构造，它是凹进去的，凹进去的眼窝。那么在外边这里称为眉弓转角，眉弓转角这里上去呢有一条比较锋利的线，这条叫颞线。颞线呢前边比较清晰，越往后走，它会越来越模糊，它会逐渐的绕到这个位置上来。这个就是颞线的特征。然后呢，在这个眉弓转角下来，这里是眼眶的外缘、眼眶的下缘、眼眶的内侧缘、眼眶的上缘，眼眶的这几条边形成了一个略微带点
弧度的、偏方的，然后向内、向上倾斜的这样的一个造型。这个眼眶的特征一定要记住，眼眶它不是这样的，也不是这样的，它不是圆的，也不是平的，它是一个内高外低、圆中带方、方中有圆、方圆结合的这样的一个形状。上面没说，上面是头骨的顶骨，顶骨会略高于两侧。那么有的时候呢，会把这里称为顶结节，但是从解剖学的角度来说呢，顶结节不是这里的，我们把这里称为头骨的顶点，顶骨。然后呢，我们把顶结节呢说的是哪里呢？顶结节说的是这个位置，这里是头骨侧面最高的地方，也是顶面和侧面转折的地方，这里是顶结节。大家可以一边跟着画，然后一边记笔记，记得呢可以稍微的清晰一点，因为有一些讲到某一些结构点的时候呢，我是说出来的，我并没有写，但是你可以写上。然后在头骨的侧面，我们做一条中线，这中线下来，如果它要是也落到这边的这个颧弓上面的话，就会在这里，它俩是错开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它俩是有一定空间的。如果从上面看的话，大概是这个样子，就是颧弓和颞骨之间这里有一个空有一个空，这个空呢，如果是个骨头的话，手指头可以从这个空里伸出来，也就是说它们不在一个水平面。颧弓后面结束的点呢是这个耳蜗的位置。如果从侧面看的话，这里是一个头骨，那么颧弓大概结束在这个1/2的地方上。颧弓再往前面来，这里是颧骨。颧骨呢，它不是一个点，它呢跨越了好多个面。颧骨呢既有侧面，也有正面。这一块这个一个部分都是颧骨。咱们现在讲的是头骨的整体造型与关键骨点，并没有去讲构成头骨的各个骨块。构成头骨的各个骨块没有太大的作用啊。再往里边走，中间这个位置隆起来的地方，最高的地方，这里是鼻骨，鼻骨的位置。鼻骨下面有一个这个形状的孔洞，称为梨状孔，应该是因为它的形状像个梨吧，所以它叫梨状孔。然后在这个梨状孔下边有一个小小的凸起，这个小凸起叫鼻前脊。在这里呢，又有一个知识点，就是鼻前脊和颧骨的最低点和头骨的颅骨的底部在同一个水平线上，也就是这里。大家看一下这个侧视图，这里是鼻前脊，这里是颧骨的底，这里是颅骨的底，它们大概在一个水平线上。然后从梨状孔下来，再往下，这个位置呢，称为嘴骨。嘴骨的话呢，它不是一个骨块，它是由好多个骨头构成的一个整体。它呢有正面和侧面，正面和侧面它就有分界，就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有明显的转折。这里呢是犬突，犬突对应的牙齿就是犬齿，也叫尖牙，就是牙带尖的那个牙，也叫虎牙。中间有4颗门牙，上排牙要更加的大，更加的长一些。再往后走有5颗，另外一边也有5颗。下面的排牙呢，前面的这块呢会略微被上排牙遮盖住一点，而且呢牙齿会稍微的细瘦一点，这是牙齿的特征。顺着头骨的中线再往下呢有一个隆起，这个隆起叫科隆突这个科就是下巴的意思，这个科隆突。在科隆突两边有2个骨点，这2个骨点叫下颌结节。以上就是头骨正面的关键骨点。那么再往后面看，在头骨的侧面还有下颌的这个位置，这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骨点，这个叫下颌角。那么在这个位置有凸出来的倒置的圆锥形，这个就是乳突。
就是胸锁乳突肌在头骨上面的附着点。我们再把头骨的骨点标注一下，然后呢再走一遍额结节、眉弓骨、鼻梁骨、眉弓转角、顶结节，另一侧的被遮住了看不到，颞线、颧骨、颧弓、下颌角、犬突、下颌结节、科隆突，这是另一侧的眉弓转角。以上呢就是头骨里面的关键骨点，我们要认识头骨，要记忆它的话，必须要记住这些点，因为它跟我们接下来要讲的头骨的概括和怎么去默写有关。我们找到在大的转折上的几个关键的骨点。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造型，它是不是比较像一个头？而且呢，它的各个骨点和各个转折点，这些线条的交汇处都在骨点上。如果我们把它变成头骨，也非常的好画。比如我把这里作为眉弓骨，那么眉弓骨下面就是两个眼窝、两个眼眶，这里是这个犬突，也就是嘴部的正面和侧面。这里是下颌角、颧骨、颧弓，那么颧弓结束的地方呢，也就是耳孔的位置，也是耳朵的长的地方。那么把它变成人的话呢，它也非常的容易就能够把它画出来。所以说，对于头骨，我们呢记住不用方块去记忆，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形体，它比方块呢难不了太多，但是呢，它和头骨的关系要更加的密切，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形体会更加的好记忆，也好用一些。接下来我们换另一个角度啊，这两个点就是眉弓转角，这个位置就是颧骨，颧骨我们连到了前面的犬突，犬突向下连，这就是嘴部和下颌的正面。再找到一个这个位置，这里就是下颌角，这里是下颌，乳突稍微长一点，把它缩短一点，这是头骨的体块。那其实是头骨的体块，也可以作为头部的体块。我们画头的话，也这样去画也 OK，也没有问题。我们再来一个角度，我是觉得它跟方块相比的话呢，这个更切合头骨特征一点，所以会觉得它更好用一些。所以我们要默写头骨的话呢，你能够默出这样的一个造型，然后我们再把头骨一些更具体的造型特征、一些骨点，把它默写上，那这样画的就会更加的得心应手一些。如果我们画一个方块，想把方块变成头骨的话，那么方块和头骨的差距更大，我们再画起来也会更麻烦，你需要再重新去找的地方也会更多，编造的也会更多。那么如果说用这样的一个，就记住这么几个骨点，颧骨、眉弓转角、下颌角、下颌结节，就这么几个点的话，还比较容易一些。那么我们去把头骨再进行概括的时候呢，也是找这么几个骨点，也会容易。有这么一个体块，我们再往里去画它的头骨，就会很方便。这个以上就是对头骨的体块与头骨的骨点这些重点进行了一个讲解。我现在画绿色这个部分，这个是常规的操作啊。昨天呢也是我画绿色的地方就是骨骼标记，骨骼标记就是在人体的表面能够找到的骨骼的造型，我们以此作为标记。颞骨的这个面和颧弓的这个造型不在一个面，它们俩中间有空。这个咱们看一下那个3D 的头骨模型，也能够非常容易的看到。现在我画绿色的这个部分，就是在人体头部表面能够看到的部分，这是头骨的骨骼标记。整个头骨上半部分，颅骨、顶部、眉弓角、鼻骨，还有颧骨，这个是在外形上影响比较大的。然后再往下呢，就是下颌角、下颌的底部，还有这个下颌的前面。接下来我再说一下头骨的后面，后面的话呢，我在这里画一下，我只画一个局部，然后呢就稍微画大一点，可能画到现在大家还不太明白
后面的这个造型是什么什么样子。我再往下画一下，这回应该比较清楚了吧？这两个倒锥形，它们是乳突，这个位置是耳孔，耳孔这个是颧弓，从这个角度也能看得出来，颧弓是往外鼓的，那么颞骨呢是往下往里收的。好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部分，这里呢就是头骨的后面，稍微呢带一些颅骨底面啊，这里是枕大孔，在这里啊，它是有两条隆起的线，这个位置叫枕外隆突，从后脑勺这个位置能够摸到一个小的骨性凸起，这个就是枕外隆突，大家可以摸一下自己啊，看一下能不能摸得到。从枕外隆突向两侧有两条线，这个叫上象线，我写一下这个，这就是上象线。然后再往下走呢，就走到了颅骨的底面，这个位置又有一个线啊，这个条线叫下象线。它们呢都在枕骨上面啊，枕骨呢在后脑勺，这里是后脑的后面与颅骨的底面都有它，这是一整块。在这里呢，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这一点，这个可以作为什么呢？这个可以作为头骨和颈部后面的一个主要标记点，那么它也是确定中线的一个重要的位置。通过它我们就能够找到中线，其他的就在里面，我们在人体表面是看不到的。好，咱们再总结一下，枕外隆突是颅骨底部后侧中央位置的隆起，在体表能触摸到。上象线是颈部与颅底的后侧的交汇，就是脖子和头在这里交汇。那记住，枕外隆突和上象线。我们在画一个后面的后视的人的时候，这个位置枕外隆突，然后枕外隆突两边上象线，下面就是肩膀肌，头和脖子是在这里相接的，这样就 OK 了。OK，我们继续往下进行啊。那么咱们接下来看一下头骨上面的肌肉。那么头骨上面的肌肉呢，咱们先说一下骨骼肌啊。头骨上的骨骼肌是咀嚼肌，主要负责下颌的运动，贴着颞线这个位置，然后它的肌纤维走向是这样的往前的，它是附着在哪儿呢？它是附着在下颌骨前面的这个冠突上面，然后贴着颧弓下边的这个边缘，附着在下颌骨上面这一块比较厚比较大，这块肌肉叫咬肌。咬肌呢一共分为两个部分，外部和内部。外部把内部遮挡的只露出一点。这是头骨上的两块骨骼肌，它是两端都附着在骨骼上的肌肉啊，这个叫骨骼肌。那么接下来咱们说一下头部的皮肌，就是面部的肌肉，它们存在于头骨的正面。我们先来看这一块啊，这一块有左右各一条，这一块叫皱眉肌啊，它主要的功能就是让这个眉毛这一块的皮肤往中间聚拢，这一端是连接在骨头上的，在这里，另一端呢是与眉毛这一附近的皮肤相融合的，和这附近的肌肉相融合，所以呢它才能够拽动皮肤。皮肌呢是一端连接于骨骼，另一端连接于皮肤，然后它在收缩的时候就能把皮肤拽的活动，从而产生这个表情。这个是比较深层的肌肉，这个是即便是在解剖图一个头部的解剖图里也看不到啊，它是在底层的。那我这里裹着牙齿侧面呢，这个也是比较深层的肌肉，这一块呢叫颊肌啊，颊肌也是在体表，但是在表层肌肉上看不到的，它是在深层的。
里边它是附着在骨骼上，外边它是附着在这个周围的肌肉上面的。然后下面我们来画一下能看到的肌肉，这个位置左右对称，左右各一块，这两块呢叫额肌，额肌上面连接的是颅顶腱膜，颅顶腱膜后边连接的是枕肌，它们共同构成的叫枕额肌。再往下，中间有一块，这一块呢叫降眉间肌，然后在降眉间肌左右两侧各有一块，这个叫降眉肌。它们的下端是连接于骨骼的，上边是与皮肤和周围的肌肉相融合的。所以说它在收缩的时候，骨骼的这一端不动，把上面拽下来，那上面的皮肤就跟着下来，它们能够做成一个皱眉的动作，也会把眉毛往下降这样的一个动作，所以说它呢叫降眉肌。存在于降眉肌中间的呢就叫降眉间肌。然后现在画的这一块呢是眼轮匝肌，眼轮匝肌的这个位置是与骨骼固定的，周围呢都是和皮肤固定的，都是与皮肤融合的，所以呢它才能够活动。你看咱们眼睛怎么动啊？眼睛动的时候，这块的皮肤是不是都会往这里拽，往这里聚拢？所以说这块才是和骨骼相固定的。然后眼轮匝肌呢又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眼轮匝肌的眼睑部，也就是中间的这一块，另一个就是眼轮匝肌的眼眶部，它们可以分开动，它也可以一起动。这是眼轮匝肌。那么快速的把另一侧的也给上。再接着往下来，这个位置也有一条肌肉，这条肌肉呢也是与骨骼相固定的地方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啊，在眉弓和鼻根这个位置的肌肉呢，大部分都是与骨骼相固定的，它往外走呢都是和皮肤融合的。所以咱们你看有的时候会做出这样的表情，这里是一个中心，因为肌肉都和这里的骨骼相固定，所以呢才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特征。这回大家能明白了吧？有一个非常好用和好理解的一个特点。为什么我们会产生这样的表情？然后再说到我刚才说的这一块，这里呢有一条长条的肌肉，这个叫提上唇鼻翼肌。我现在画的这个呢就叫口轮匝肌。口轮匝肌也有两个部分，一个是红唇部，一个是外围部。这条提上唇鼻翼肌就是和口轮匝肌这里相融合的。然后从这个位置下来，还有一条，这条肌肉你根据它的功能，也能够猜到它的名字。它是用来拽上唇的，所以呢它叫提上唇肌，也有叫做上唇提肌，都是一个意思。在这里肌肉之间是相互融合的啊，皮肤跟皮肤也是相融合的。然后再往外面来，还有一条肌肉，这条呢相对来说比较细，这个叫颧小肌，从颧骨连接于口轮匝肌的这个部分这边。然后在颧骨的这个位置有一条肌肉连接到嘴角这个位置，这条叫颧大肌。口轮匝肌在上边牵扯了这么多的肌肉，所以呢我们嘴部是比较灵活的，我们嘴部呢可以做出那么多的动作，主要原因就是在于它有这么多的唇牵引肌牵扯着它。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唇部的下边，唇部的下边在这里有两条跟这边连接的肌肉，这条呢叫降下唇肌，它就是往下拽这个嘴唇的，也是这条肌肉和口轮匝肌相融合。那么在嘴角的地方压着它，还有一块在外边，这个叫降口角肌，它是连接于嘴角，所以说它叫降口角肌。下边和骨骼相连，和骨骼相连的地方都是把它往骨骼这边拽的，所以它叫降口角肌。然后在这里呢，它又有两条肌肉，这两条肌肉是贴着骨骼，然后另一端连接于皮肤。好，我们现在画红的这个面呢，其实就是和皮肤相融合的这个面。这一条叫颏肌，刚才咱们说的这个颏，我们肯定能知道啊，有一个动作就是我们在撅嘴的时候，下巴这里会出现一些小坑、小眼儿，类似于橘子皮的形状。你想想有没有？或者你现在照一下镜子做这个表情，往上撅嘴，这个时候就是颏肌的起作用。颏肌的肌纤维这个位置，颏肌的肌纤维和皮肤相连，那么它收缩的时候，它就会把皮肤长短不一的肌纤维收缩，就把皮肤拽成那种类似于橘子皮上面有小坑小眼的那种形状，就是这个颏肌的起作用。然后在嘴角往侧面相连，还有两条肌肉，
左右一条，左右各一条。这一条呢叫笑肌，笑肌呢不仅是微笑会用到，你哭也有可能会用到。它的主要作用就是向外牵拉嘴角，它收缩的话呢，嘴就会裂开。然后我们再画一下鼻子的软骨，从鼻腔这个面儿往前来，中线的这个位置是一个鼻中隔。那鼻中隔的这个体表呢，这里看不到。有的时候我们在观察一个模特，会看到他鼻头中间有一个小凹缝，对吧？因为呢，这是两个软骨形成的，这都行。有的时候鼻头我们会归纳成一个球，鼻翼归纳成一个半球，对吧？那有的时候鼻子中间呢，它会有一条缝，是说明它这个位置是一个软骨，这个位置是一个软骨，然后这个位置是一个软骨。对于鼻软骨的话呢，更具体的解剖我们可以看那个解剖软件，我们可以从那上面去找。在这里我就强调一些不容易被注意到的、容易忽略掉的，但是呢，画画的时候又经常容易碰到的问题。这里是鼻软骨，鼻翼的软骨，这鼻侧面的软骨。然后在鼻软骨和鼻梁骨中间，它有一个横跨过来的肌肉，这条叫鼻肌横部，也就是它是横着的那个部分，它是鼻肌，它基本上不能收缩，所以在这个位置我们看不到什么褶。一般我们鼻子往上抬的时候都是提上唇鼻翼肌起作用，然后呢它拽出来的褶呢也是这个样子，你看鼻翼往上提会形成这样的褶。以上是面积，然后呢，咱再看一下头部的脂肪。那么头部的脂肪才是影响头部外形的关键，一个是骨骼，一个是脂肪。因为头部的肌肉都非常的薄，你再怎么做表情，也不可能把肌肉练得像骨骼肌一样鼓一样饱满。这是额中央脂肪垫，从侧面也有脂肪垫。这种脂肪垫其实它对外形的影响非常的弱，非常的弱。我只是说一嘴过去就 OK，咱不用太考虑这个位置的脂肪。最主要的脂肪在存在哪儿呢？下眼袋这里的脂肪，这个叫眶下脂肪。有的人眼袋比较大，这里面呢就有可能存在脂肪。然后再往下，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有一大条，这一块呢叫鼻唇区的脂肪垫，就是鼻子和嘴唇之间的这个脂肪垫。然后在它和眶下脂肪垫之间呢，还有一块，这一块也是比较影响外形的，这个叫颊内侧脂肪垫。再往下是颊中部脂肪垫，这里是下颌脂肪垫。这个位置的，也就是我们常画的嘴角的位置，会容易有这种小的凸起。那这里呢，一个是它叫口角轴，是嘴角很多肌肉交汇的地方，同时呢，它这个地方呢也有脂肪小的脂肪垫儿，那么这个叫上颌脂肪垫。所以说嘴角这里呢，经常看到它是鼓起来的。然后再往这里，颏肌的周围会有一些脂肪垫儿，因为我们的下巴看着它骨头的形状没那么明显，它还是有点肉的。这里呢就是颏脂肪垫儿。然后头部的脂肪堆积有一个特征，就是额头的那个脂肪不会堆积太多，就是咱们去观察再胖的人啊，他的额头也不会鼓成那么明显，看起来那么胖。他一般会鼓在哪呢？这个地方，在脸颊和下巴的这个位置会特别的胖。我在这里画一个，这个人是一个胖子，但是上边呢基本上还能看得到他头骨的形状。对，往下这一块脂肪开始堆积了，刚才我们画的这一块。但是啊，刚才我们虽然说这里有这个脂肪垫，这里有这个脂肪垫，每个脂肪垫，但是脂肪垫和脂肪垫之间并没有这种明显的界限，在体表能够看得到。有的时候好几块看起来是连成一块的，这个地方开始鼓了，是这一块脂肪垫。在脖子和下颌的这个位置，基本上都看不到什么结构了，因为这里的脂肪堆积的太多了。那嘴角的这里呢，也堆了一大块。下巴这里呢也像球一样，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颏脂肪垫，这就是一个比较肥胖的人，他的一个造型特征。他的脂肪呢主要存在于脸颊、下颌与颈部这个地方。
堆积的会比较多，但他的额头呢不会那么胖。下面咱们来讲一下表情。刚才讲过了面部的肌肉，那么表情就主要由面部的肌肉构成。我们来分析一下，看一下它的表情是怎么产生的。它这个眉毛有往上去的动作，然后呢，并且额头中间形成了一些这种抬头纹，也就是说它的额肌在往上拽，它的额肌在往上拽。我们在观察去感受这个运动的时候，我们自己呢也做一下这样的动作，会感受的更加的直观。我们在画的时候融入这种真情实感，也会画的更自然、更真实，抓特征也能够抓的更准确。大家看啊，它这个眉毛虽然说在往上去，然后抬头纹也出来了，但是它的眼睛没有瞪大，这样的话呢，就有点像一个在微笑的感觉。如果说他的眼睛也瞪大了的话，他就不像在笑。谁在笑的时候都不会把眼睛瞪得特别大，是吧？瞪着眼睛笑会感觉非常的奇怪啊，非常的惊恐。这个表情呢，有一点像在笑，但是呢，又有一点不怀好意，感觉有事情要说，看出来了点什么的感觉。有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过那种感觉，就是对着一个图片在画，感觉自己已经照着它抄的感觉很像了，对照哪里都感觉跟图片丝毫不差，但是一看整体的效果就是怎么看都不像，有没有过这种时候？这种问题也很好解释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就是因为没有去抓住特征，照着抄，把不重要的、不属于特征的也画在纸上了，也画出来了，这样的话就失去了它的特色，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那我在画的时候最忌讳的就是照着抄，抄照片，因为你抓不住重点，所以才会抄。那么抄出来的结果就是肯定没有那个特征。那有的时候为什么我们看到一些大师的作品啊，寥寥几笔就非常传神，主要就在于抓住特征了啊。他把特征看到了，并且能够抓到，表现出来就够了，不需要画那么多，也能够画得非常的传神。我们就大概只画一个表情啊，咱们就通过画去分析一下它的那个表情特征。它的嘴角在微微的往上，但是又没有完全的裂开，像是收了点力气。然后在下边的这个位置呢，也在往下拽。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表情啊，它这个表情是不是就有一点这种类似于震惊、惊恐的那种感觉？为什么呢？因为它的眼睛瞪大了，眼睛瞪大了，瞳孔变得更加的完整了，眼白也露出来更多了，这样的话它就会有一种惊恐的感觉。就他这张脸的表情主要都存在于眼睛周围，嘴巴呢虽然有点动作不明显，嘴巴有一点往起闭、往起抿的这种感觉，也就是说这个在这个力量在往这下面压，力量在往这下面压，它才会出现这种抿嘴的感觉。眼睛的话，额肌没有动，它的眼轮匝肌在向外扩，所以能够把眼睛瞪出来，主要是眼睑部。再来看一下这个，它这个更惊恐了。惊恐的同时呢，他头略微抬起来了，嘴巴稍微有一点点张开，这都属于他的特征。然后那个目光再往下看，这个有点狰狞的面孔，这个面部肌肉活动就比较大。然后左右呢，它也有不同的动作。这个眼睛是瞪起来的，所以呢眼裂会张开，眼白露出来，然后它又往下看，所以这个瞳孔呢露出一半。大家平时画画用什么工具比较多呀？用笔在往纸上画的多，还是用电脑和平板设备画的多？可能同学用的工具还蛮丰富的，什么都用。我觉得这个对了，就是有什么工具用什么工具，最重要的是造型和这个你想要表达的内容，这个才是最重要的。用什么工具不重要。你看那个谁，那个哎呀，大卫霍克尼，他用手机也画，用电脑也画。
也画油画，就什么工具都限制不住他的创作。这个嘴巴在这里呢，我稍微的给它夸张了一点，就是把它画的更大了一些。刚才咱们讲过了抓住特征，在画上一个示范讲解的时候呢，讲的抓住特征。然后呢，如果说想让你的画更具有张力，特色更加的鲜明，特征更加的强烈，就要适当的夸张特征，就抓住了还能把它放大。越学越发现要学的东西多，对吧？就是擅长学习、热爱学习的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特点，说明你对自己呢有更高的要求，也有更高的追求，希望自己会的更多，水平更高，而不是学了一点东西呢就觉得要停住了，够了，够用了，就不是这样的。因为我曾经也是这样的，我也是永不满足，你只有永不满足，你才能够不断的突破，不断的前进。其实提高绘画能力，它是一个综合的能力，而不是画几张画，画一种画，不是那样的。美术基本功，它是比较通用的。基本功越强，我觉得你的创造力你可以控制的更多，可以开发的更多。即便是你画那种比较简单的、简约的造型，如果说你有非常强的功底，那你那种简单的造型也会变得更不简单。简约而不简单，随意而不随便，放松而不是严谨。如果没有很强的功底的话，随便画出来一个简单的造型呢，那也就是简单了，什么都没有。所以说，基本功越强，对你越有利。包括从绘画当中学习到的，不仅仅是一种技能，更多的是一种观察和思考的方法。它会让你形成一些思维思考的方式，一些意识上面的东西。那么同样，你在绘画当中获得的这些，你也可以用到其他的事情上。它这个表情啊，就用到了降眉肌、皱眉肌、降眉间肌这边的眼轮匝肌，这边再往下拽，这边再往下拽，整个这边的侧面脸被拉开，所以说这个脸上面的东西比较少。但是呢，这一边的鼻翼这边的提上唇鼻翼肌呢，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所以呢，拽出来一个这个褶。我们简单看一下这个表情啊，它的是哪些面部肌肉在起作用？它的皱眉肌在起作用，因为往中间拽了，它形成这种皱眉的这种褶皱了。然后鼻子再往上去，像鼻根的地方会有一些褶，也就是说提上唇鼻翼肌在起作用。然后它的嘴巴张得很大，也就是它口轮匝肌还有咬肌这个位置，那下颌打开了，口轮匝肌呢也张开了，形成了这样的表情。我们在了解了这种形成表情这些面部肌肉的运动之后，我们再去画表情的时候呢，就能够更加的有理有据。你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你知道它的原理，你就能够更好的去表现它的表象。以上是头部的一些关键点，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头颈部整体。那么颈部呢，我觉得不需要单独去讲太多，因为颈部最主要的作用它是起到是连接的作用。其实，在大部分情况下，它的柱体造型特征其实并不明显，我们更多的应该关注于它怎么让头产生动作，头的朝向，以及它是怎么样把头和肩连接在一起的，这个才是最关键的。我们看一下这一张图，首先是确定它头的朝向，我们再找一下刚才我们说过的那几个鼓点。那么这个看不到啊，就得猜了，这个是需要猜的。在耳朵后面，这是乳突、下颌角、下颌结节、颧骨，这是头部的体块啊，非常快速的就概括出来了。然后它的脖子从乳突的这个位置向下连接，我们很容易能观察到在下面的这个肌腱的部分，另一侧胸锁乳突肌的肌腱，中间的这个窝状的结构颈窝。我们再去连接头和肩的时候啊，最主要的是一个是确定乳突的位置，也就是胸锁乳突肌上端的附着点，然后呢去找颈窝，然后找到颈窝之后，把它们俩彼此相连。另一侧虽然看不到，我们可以根据这个猜测，大概应该在这个位置这么过来，这就是另一侧胸锁乳突肌。然后胸锁乳突肌
下面两边这里是锁骨，锁骨的去向，再找一下胸锁乳突肌的另一个部分啊，这个就是颈部的前面看到的部分，这个能确定了就成功了一大半了，剩下的就是斜方肌构成的部分。那在这边呢，看不到啊，脖子另一侧，我们看到的是斜方肌的后面，这就属于肩的部分了，这属于肩部了。你说我们要是把脖子当圆柱来看的话，画在这里其实很难去表现准确。所以说最主要的是先确定乳突，然后再去找颈窝，把它们相连起来了之后，再去找斜方肌，斜方肌在脖子上的部分啊，在颈部的部分，颈部斜方肌的在脖子上，在颈部的这个部分，这样的话就比较容易去确定脖子的造型了，就把头和肩非常好的连接在一起。乳突应该在这个位置，头抬起来的时候，下巴的底面露出来了，下巴底面和颈部衔接的这块呢，有一个隐隐约约的边界啊，这个边界这个棱线没有那么明显，但是它隐隐约约能找到它的边界。我们通过这个胸锁乳突肌去找脖子的造型，大大的提高了效率。因为脖子的形态变化太多了，在不同的角度下、不同的姿势下，它都产生不同的造型。那么我们用圆柱去表现是几乎无法表现的。你看，咱们能看到它的圆柱特征吗？完全看不到。那么这个地方我们还是需要去确定乳突的位置在哪。虽然说这条肌肉的形状我们看不那么完全，但是我们要知道它从哪到哪。然后这个地方呢，为什么会产生褶呢？往这边转的时候，这里皮肤和肌肉软组织产生挤压形成的这个褶。然后呢，这条肌肉会从这个位置到哪去呢？到颈窝啊，锁骨头这个地方。然后另一侧稍微有那么一点，为了把它的脖子的结构表现的完整，即便是有这么一点点，我们在画的时候呢，也要把它交代出来，这样的话就会显得造型是完整的，不会因为它小而不去理它。然后从后面这个位置还会出来一块儿。那么脖子的外轮廓线不仅仅只是胸锁乳突肌啊，在这个位置是斜方肌的部分，斜方肌构成的脖子的部分。哪怕是脖子只露出这么一小点儿，它的体积、形态特征都看不那么完全，我们也要通过我们对基本知识的理解去理解它，这样我们在画的时候就能够画的更加的准确，更加的真实。哪怕只有一点点东西，我们也要能够给它表现出它该有的结构特征。然后这边的脖子也是，它的这个柱体的特征还是有一部分，但是它和头部衔接的地方呢，在这个角度是看不到的，它和肩部衔接这个地方特别明显，再加上它一些颈纹，这个脖子的体积也会更加的明显，但是在这里面它的肌肉不明显，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柱的方式来去理解它，但是它侧边产生的这些线，这个线之间会有一些小小的穿插结构，要把这种特征表现出来。我们在画人体的时候，不是说哪一个解构人体的方法最好用，就是所有时候都用一个，就是在不同的动作下、不同的角度下，有什么用什么。我们能看到它的柱体结构，我们就用柱体结构；我们看不到，我们就想办法用别的方式去解读它，就是总能够找到解决的办法。那这个的话呢，你看胸锁乳突肌就更加的明显，包括胸锁乳突肌的锁骨部也更加的明显。真实的绘画状态其实是非常灵活多变的。那这边的话呢，就是只能稍微看到一点，一点点这个胸锁乳突肌的边界。后边的这一块是斜方肌后颈部，然后呢，它往肩部走的一个形态特征。然后这是一个男人体，他的脖子的话就会看着更加的结构感更加的清晰，他的胸锁乳突肌更加的发达，更加的明显，喉结呢也更突出，这个位置的喉结也更突出。这个没有太多需要说的，我们去观察一下，看一看。头往这边转了，它往右转的时候呢，一定会产生从右到左的这种褶皱，它往另一侧转的话呢，也会出现这样的褶皱。
但是出现褶皱也不影响它的这个胸锁乳突肌这个造型突出体表，是吧？这跟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女性的颈部就会不一样了。那这些特征都是根据我们去对不同的个体、不同的模特去逐一观察得到的经验。这个东西它不是千篇一律的，它不是一种概念化的结构应用到所有人身上，而是我们掌握了基本规律，把规律契合到不同的模特中去理解，是这样的一个道理。下面我们来画一下，要画一个头部是微微向左偏的，两侧的轮廓偏过来，这个动态就出来了。然后颈部呢，就这个特征。寥寥几笔，咱们先把人物的基本轮廓和动态特征表现出来。如果想要表现头部微微上抬，那么我们把耳朵的位置降低，耳朵的位置降低，眼睛的位置抬高，哎，这个头就抬起来了。那么鼻底的位置也抬高，嘴部的位置也抬高。那么下巴呢，稍微露出一点底面，微微上扬，并且往外偏的这个动态就出来了，对吧？我们画一个动态，其实是非常的有逻辑性的。如何去表现？首先要很清楚你要画的动态是什么，然后你才能够找到一个非常切实它的一个办法。头往这边偏，那么这边的皮肤和软组织必然会受到挤压，那么一旦挤压，它就会有褶皱。这里是肩峰，男性的这个肩峰的骨骼，这个稍微明显一些，当然了，也有不明显的。锁骨，咱们昨天讲的锁骨，肩窝。那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脖子我们看到的基本上看不出来它柱体的特征，反正最重要的是把头骨不是头部的朝向和造型找出来，然后呢，它和脖子从哪儿开始衔接，是外拢突啊、上象限呀、这个乳突这个位置啊，然后确定好它和脖子和头之间的衔接，然后呢，它下来之后怎么样去与肩部相连，我们就能够把它的脖子画出来。有的时候脖子虽然没有露出来啊，但是它还起到很关键的这种连接作用，这一点我们是需要注意的。脖子的重点并不在于它的柱体结构，而是在于它是一个比较柔软的体块，它主要起到连接作用。那么更多的时候呢，它是让头部和肩部连接自然运动产生运动的一个结构。褶皱的话比较好理解，你看啊，如果说它往这边偏，这一侧就会挤压，它就会产生挤压的褶皱。那么如果说它往这边转，下面是往这边，它往这边拧，它就会产生这种旋转的褶皱。如果在拧和转的同时，它就会产生挤压和旋转的这种褶皱。那么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见。